司马娇死了，死了。我便可安心的去了。司马娇他不会死的，你无法安心的去了。那由不得你。不过，谎言也好，生死也罢，都随风去吧。苟且之计，知了。阿叶，阿叶！血池充盈，血祭将至。成功了！司马娇死了，谁还能阻挡主上成为邪魔共主？我这是又进灵府了。对啊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你是谁？咱俩是一个人。你是我曾经的记忆。可以这样理解。我跟你加起来，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修真世界后的完整记忆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大家，快来呀！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，
司马家，这一次我不能等你回家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都记起来了。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？司马娇受伤了，我要去救他。司马娇受伤了，是你动的手。我受了这里寒气的影响，强制开启了寒玉刺客的身体本能，也是失了神智。我刺伤了他。我那般珍惜的人，你怎么能动手伤了他？事到如今，还是赶紧想想办法，从这白骨之潭出去救他吧。这白骨之潭深不见底，你清醒之前，我试过游出去，却失败了。那我们两个加在一起，一定能成功的。主上，我已击杀那司马娇，凤山血脉也已准备妥当。阴阳湖结界尚存，说明司马娇并没有死。哎呀，区一个司马娇都对付不了。若是本魔主在，定将重新集结魔族大军，亲自攻入庚辰仙府。主上，莫要再与他浪费时间做口舌之争。风起，动手！准备好了吗？我会让你每一分逼近死亡的感觉，都痛得很具体，好让你想起你所犯下的每一宗罪孽。放弃！放开我！阿叶，你敢利用我伤他？不愧是本魔主用血肉培养的刺客。你给我闭嘴！风起，加快开启血祭！想夺走我的东西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廖群燕，记住，你是由我由赤幻化而生，今后你要为我由赤而战！蠢货，你在做什么？快阻止他！住手！什么情况？这韩云竟并了魔主的内丹，他现在岂不是已经成了新的魔主了？你在说什么？荒谬！谁要当魔主啊？司马娇，怎么可能？我杀了司马娇，
马娇，你醒醒啊！你看看我，司马娇，你醒醒，你看看我。阿燕，师祖他没死，你冷静一点。庭燕师姐，这些都是为了帮师祖维持元气。我们一直都在等你回来。庭燕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师祖了。司马娇，司马娇，不要！为何这么久还没有动静？庭燕师姐怕是掉进了师祖的梦域，若是找不到出口，就会一直困在里面，直至消失。我去打断他们，万万不可！若是此时被外力中断，师祖的灵府会直接关闭，那他们两个都再也出不来了。庭燕，不要放弃。这是司马氏灭族的那天晚上，这是司马娇一生噩梦的开始。如果在这里把他救出去，他应该就会在另一种命运里醒来了吧？不，你不能把娇儿带走，你要眼睁睁看她死在这儿吗？娇儿留在这儿还有希望。若你把她从这儿带走，娇儿就会魂飞魄散。那我要如何才能救得了他？灵火，灵火，只有凤山一族的灵火才可以救他。灵火是凤山一族的诅咒，却也可以挽救凤山一族的性命。若是如此，你为何还不动手？他已……火种快熄灭了，我也无法带他回雷鸣山谷。娇儿，雷鸣山谷。若是我带他回雷鸣山谷，是不是能让灵火恢复如初？师祖，庭燕，师祖他怎么样了？你要带他去哪儿？雷鸣山谷。恐怕要引来天雷，才可重燃灵火。但眼下无雷劫可渡，若要引雷，恐怕只能冒犯天道了。如今仙魔两界乱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们为何不管？司马娇替天行道，铲除油盐，你们为何要夺走他的命？你们弹劾天道，凭什么接受世人顶礼膜拜？我还没进入正题呢，这么不经骂的吗？
魔主内丹在我体内，看来我这魔域之人进入仙府圣地，让你这天道很不爽啊！仙也好，魔也罢，都是世间生灵，又有何不同？什么圣体，我天要主，有本事你就降下99天来劈死我，否则我定要灭了你这毫无慈悲之心的天！我还不能死。果然有效。姚廷烨，你如今真是出息了。廷烨，司马昭，你看，不止你能手撕天雷，现在我也威风了。那怎么办？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这爱望着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醉人，弹指间爱褪画面。这爱无缘，惹不来一生时光。你是要将本魔术烧死我？你这个魔主也不过如此。你现在是不是算彻底好了？我上次进你灵府，发现里面好糟糕。要是换成一般人，是不是早就疼死了？我是一般人吗？那便是没事了。懂
都怪我，非要娶什么顾玉武。是我太天真了，在这样的乱世，怎么会有那样的桃花源呢？痴心妄想，还差点害了你。待我将仙魔两界的脏东西都清除干净，你去到哪里都是古一物。你是要一统仙魔两界？问过魔域老大的意见没有？我的道侣是魔主，我不应该担心此事吧？我这只是捡来的魔主，没有实际话语权的。他们让我当魔主，不过是因为我体内的魔丹，表面上看着听我的话，实际上还得看我表现。魔域就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。你是这天地间唯一能让我不战而降的人，便是至强之人。魔域的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我会为你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你便好生做你的仙羽。你这般为我着想，我也不能当甩手掌柜。我觉得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，打起来最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。要不我们搞个仙魔两族大融合，至于那些顽固分子，留着慢慢整治便是。听你的。公主，这怎么回事？是师祖和师祖娘娘。司马娇居然没有死，我们的魔主怎么会变成他们的师祖娘娘？我就说，他根本诛灭不了灵火，还跟司马娇勾搭上，你们还要认他当魔主？战争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与仙府师祖已经商议好了，他会为我们解决魔族缺乏灵脉修炼的问题。此话当真？好事啊，太好了！这对我魔域来说，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事啊！太好了！有一条规矩需要遵循，只要魔域之人不再挑起仙魔两界的争端，便能同仙府之人一样，靠着灵脉增长修为，从此便不必寻求那些邪魔歪道、吃人取丹的术法。若有不知好歹的挑事者，我们听魔主的。那从此，仙魔之战彻底落幕，往后永不再设结界，相互交通，和平共生。你们也需要以身作则，给仙府以外的子民树立榜样。是。自从打开了灵府，我慢慢觉得，这里的一切变得跟我有关起来，也会被这里其他人的命运牵动着情绪。今天周青儿和颜欢的悲剧，竟让我这么难受。颜欢不过活了20几年，师祖却在这种命运之下，活了几百年。对于颜欢而言，死是解脱。那对于师祖呢？他一定比颜欢还要痛苦吧？可是，我又能劝他什么呢？
了他，便能结束你这悲惨的命运。不要，不要！他的命是我跟随先府的，把他给我，给我！快，他们来了！快！不要！小儿，小儿！母亲。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师祖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还是想说，你不是颜欢，你是你自己。殊途同归罢了。师祖，一般我醒过来，司马娇也会睁眼，这回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该不会是晕过去了吧？太好了，你没事啊！吓死我了！啊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便能结束你这悲惨的命运。小儿，小儿！母亲，师祖，你怎么了？我做了个梦。师祖，你不仅睡着了，竟还做梦了。哎，你梦见什么啦？我梦到了那个女人。别人见了我，无非是害怕、厌恶、讨好，但她对我，却像对待路边的花草树木一样。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你这算什么师祖？简直就是小学鸡。这种简单的情绪，总令我觉得平静。明明如此弱小，他却依旧能时刻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高人，来接引我们去百凤山的人到了。拿着这个。怎么不带我去啊？你待在这里。走走走走走。见过修士。老规矩。如果血脉之力比较纯粹，我们便给予你丰厚的赏赐；如果血脉之力不怎么样，
这孩子你便带回去。是，规矩我是晓得的。儿啊，快给孩子验下血，快！月儿，多谢。以前只你一个人去，现在怎么多了一个人？啊，这是犬子，日后他要继承我的家业，所以迟早要让他见识一番。哎，高人，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了活命而已，你可千万别把账算到我们头上啊！我们就在此等候。规矩都懂吧？此地不可随意走动张望。就是这里了。无知小儿，竟敢冒犯灵山！灵山，这里也配叫灵山？怎么，你们严家是想反了不成？儿啊，不得无礼啊！我们老严家上下几百口人，容不得如此轻慢啊！罢了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你送他进去。这里还轮不着你吩咐。我看你是活得太久了吧！带我进去。这里有针对我们司马氏的阵法屏障，时间里防御的手段倒是做得不错。
山一族的人，求求你杀了我们吧！他们最近加快了逼我们繁衍血脉的速度，就快大功告成，再使点劲儿！小心啊！算了，我求求你杀了我们！我怎么可能杀自己的族人？我们本就是将死之人，让痛苦结束在你手上，更好过流点血之后被他们吃掉。求你，求求你动手吧！求你！来，小心一点。求求你！我不愿让孩子活着受罪，我不想让他们把小孩带走。你怎么能狠得起这个心呢？难道要让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像我们一样被当成畜生圈养吗？孩子我带走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这样非人的日子，我是一点也不想过了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活在这样的炼狱里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鸟有何区别？快走！他们跟上！快点儿！走！快点！跟紧了！叔叔，给血和粥。叔叔，给血和粥。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我要喝粥，喝粥。给血。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？叔父说有了血就给粥喝，喝粥。给血，给血。叔父在哪儿？我要喝粥。告诉我叔父在哪儿。这里到底还有多少凤山一族的人？我也不知道。每一位身上有着火影胎记的孩子，都会被送来白凤山。走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凭你们也敢拦我？我们有针对司马一族的阵法加持，料他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你以为你能救得了谁？他们的身体全都被下了禁制，一旦突破此处结界，全都会死。别跑！回来！停下！离开这里，你们会死！这样好过，被当作畜生，被圈养吃掉，永远不见天日。回来！
父亲，司马娇闯入了百凤山，他恐怕会将我们的心血毁掉。快去，告诉各宫公主，就说赤焰城传来求救的信息，司马娇疯了，火烧百凤山，欲屠赤焰城。是。枕旭，你速在赤焰城放火，把这火势放得越大越好。就说是司马娇干的。司马娇，你找死啊！参见掌门。如今施家与各宫似是要捉拿司马娇，或许可借他们之手，替我取司马娇性命。前往百凤山的事情，告诉八大宫了吗？回掌门，元公主身体抱恙，无法前来；叶公主不知所踪，其他公主都已经准备好。如莲，石仙侣正在召集各大公主和长老，他们应该是发现了师祖的踪迹。如莲，你在这好好盯着他们，我这就回去禀告师祖。念九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把消息告知司马娇。好，出发。各大宫和施家一同出手对付司马娇，这次或许是我和族人回到魔域的最好时机。看什么看？臭灰猫！哎，熊孩子！起火了，快跑！起火了？什么情况？我的孩子，我眼前的荣华富贵。绿火海。啊，严老爷。我得赶快找到司马娇。
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下辈子娶个好人家。师祖，你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啊？我快要死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从我出生，就有很多人想杀我，他们想要我的命，但我不想给他们。谁有我的命，我就要谁的命。可是，师祖，如果你现在想要我的命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想要吗？不想要。可这是你的任务。我知道你虽然不想杀我，但如果我死在你的手里，对你来说也是有好处的。你不要人生了，好不好？你不会死的。你真不想要我的命啊？不想要。那你会和我一起死？我是跟你一起活。你起来，我们先离开这儿。师祖，你起来。只有彻底毁了这里，才能让凤山血脉再不遭他人利用。我一死，我的身体就会被这火烧光。我一点血肉都不给他们留，这凤山一族也就彻彻底底灭亡了。这灵火一熄灭，庚辰仙府的命脉也就断了。你别再说这些有的没的。你先起来，我们离开这里。我以为你会跑，我叫你跑，你为什么不跑？你这样一点都不威风，一点都不帅。你振作一点。反正都要被烧成灰了，是什么样子重要吗？
这么快就来了？此处为何如此多的司马氏族人？也不完全算是司马氏族人。司马氏早已葬身火海，他们应是同属凤山一族的血脉。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管这些了，当务之急就是趁着他被阵法所伤，将其擒获。都记住了，要留他活口。是仙侣。石仙侣，你果然已经攻至大成，难怪要加紧在百峰山暗中行事。让我猜猜，你恐怕还在何处蓄养了另一簇灵火，想利用我司马氏的秘密，达成你的目的。灵火，司马交，你莫要再信口雌黄！我若与这里同归于尽，不给你留半分的凤山血脉，你也不用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想活出性命和我们一起死，合力阻止他。没用的。司马交，你好像真的是强弩之末。身体快崩溃了！你在害怕，真正该害怕的是对面那些东西。司马交，你要是实在太疼就算了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延长自己痛苦的时间。估计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。不过，假期有这么久，我也挺满足的。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师宗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吗？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
我对这天地已无留恋，而他却只想好好活着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师祖，走。师祖，你快走。你走不动了吗？走不动了，你快自己逃吧。你再撑一下，起来。你连逃都不会吗？起来，师祖，再撑一下。你要带我一起走？对。你是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带着我走就是找死，你没那么傻吧？这不是傻，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振作一点。你告诉我逃到哪里比较安全。你快走。师祖，司马娇，司马娇，你快醒醒啊！司马娇，他脚上的是什么？怎么在发光？这是哪儿？我为什么好像进了别人的地盘？既然有缘来了，便不要急着出去了。孩子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果然是你。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救我的？杀人亦或救人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解开一个问题。如果没有耐心给你解答呢？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回答的。燕九。你醒了，来，感觉如何？若离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师祖呢？师祖现在怎么样了？当时施家人察觉了你的行动，袭击了你，我趁人不备将你救下，悄悄将你带回了我这里。师祖那边你且放心，施家和几大宫的人没能制住他。不过，师祖和庭燕现在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得赶快去找师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去找不过是添乱。先坐下。现在外面施家和几大宫的人都在到处寻找师祖的下落，
你此时去找，非但会引人注目，而且更有可能像这次一样让自己受伤。可师祖那边……你放心吧，我相信他和庭燕既然有办法逃脱，就定会没事的。这样，我行动比你方便一些。我现在出去打探一下他们搜寻的结果，你在这里等我便好。我施家几百年的心血啊，被这小子给毁了！待我完成100年大计，我定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掌门，弟子将附近搜查了一遍，并未发现司马昭的踪迹。他已经无力反抗，这片刻的功夫，怎么可能无影无踪？去找！去找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。父亲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司马昭在外交中身受重伤，以他的体质，就算躲上几日，也无济于事。而现在我的计划已经暴露。百峰山一回，入京之计就是趁他身负重伤，重新把他再封印。可是百峰山的事情泄露了，我担心八大宫因此会对我们的计划。八大宫现在着急抓司马昭呢，没工夫去深究这些。真是，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，知情的人一个都不能留下。是。姑娘是魔域的魔修吧？我是魔修。若是让掌门或其他公主知晓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司马昭还会护着你吗？我觉得，即使我是魔修，我应该也没有伤害过人吧。姑娘不用紧张，我知道。哦。我的双眼可见善恶，所以能够知晓。你并非邪魔之流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被你收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三圣山见过司马昭一次，那时候他年纪尚小，就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与悟性。我当时给他取了慈藏作为道号，便是希望他对生灵有慈心，能将他的杀心归藏。在我所预见的未来里，他会以一己之力毁灭庚辰仙府，几乎颠覆了整个修真界，更是屠杀无数无辜的凡人。是沃土变成胶原，是仙境沦为地狱，导致生灵涂炭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祖他虽然看起来残暴，但他并不是滥杀的人。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就算是死路，也会有一线生机。我在他满是血腥杀戮的未来里，窥见过一丝生机，所以我预言，他会等到一个转机，一个会改变他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当年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念珠，意在镇压他身上的戾气，助他清心。但同时，他若起了杀意，便会感到痛苦难当。那这珠子原来不是个装饰品。这念珠，他人只觉得是束缚司马昭的封印，自从戴上那天起，再无人能解开。
但其实，它还是一样灵药。若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这枚灵药便能救他一次；若你不能解下，就说明司马娇没有等到那一线生机，今日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。您就不能直接救他吗？姑娘不妨试试。果然如此，既然你是司马娇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娇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娇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娇，她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脸色好像没刚才那么差了。终于让我救了你一回。江夏万军围解，冰山和浩荡碎裂眼前，几时流光生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玉之间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，风一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真够诱人的，也没喊过一声。司马娇，你快醒过来吧！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新生灵火已经培育完成。我原本想用这百凤山的凤山血脉来完成大计，没想到现在被他毁于一旦。他毁掉的东西，就用他的血来偿还。父亲放心，就算我们找不到司马娇，但是庚辰仙府里何处没有八大宫的眼线？他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时。没错，都有我的人。父亲，不如孩儿现在回宫，为您打探八大宫的动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儿女情长？
孩儿知错，但孩儿从来没有向您求过什么，唯独心愿暗许，还望父亲能够成全。唉，真旭啊，不是为父要为难你，暗雪在你离开的那会儿就被司马娇给发现了，惨死在他的手里。为父无能啊，他暴露身份，也没有办法替他收尸啊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暗雪向来小心谨慎的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会？司马娇，我要杀了司马娇，为暗雪报仇。真旭，你打算何时对暗雪行洗魂之术啊？你要记住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全信。在我们大计之中，不得有半点破绽。父亲，父亲，我向来以您为天，自小勤勉，您知道的。我唯一心愿暗雪，他是我唯一心爱之人，你明白孩儿心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些什么意思？你是我的孩儿，自然我是最明白你的。怎么？难道为父在骗你吗？没有，不，孩儿没有这么认为。那好，起来。真旭，你从今往后别再为情所困了。如今当务之急就是抓住司马娇，协助我们完成大业，得获长生啊！是，届时孩儿一定杀了司马娇，为暗雪报仇。你还想睡觉？这家伙快死了！我刚给他吃了救命大补丸。这家伙的灵符里面一团糟，他之前要跟人同归于尽，连神魂都差点烧了拿来用。现在虽然身体正在恢复，但是意识已经快散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会死。可是刚刚那高人的灵药只能救身体，救不了神魂啊！你进他灵符，把他的神魂劈一劈不就行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不是一直喊着要杀死司马娇吗？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以为我想救他？我还没想到办法和他分开。他现在死了，我不就一起死了？所以你赶紧救他！你说的轻巧，司马娇修为这么高，他不敞开灵府，我怎么进去？你去试试啊！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喜欢我？他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。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吧！再不抓紧，等他意识彻底消散，他可就真死了。司马堂活马医吧，我怎么进灵府啊？贴额头。哦，贴呀！这就是司马娇的灵符了。
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，没有攻击性了？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，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，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昭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，这是神魂内核。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，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司马昭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
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。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呦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恩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
是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。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